今天是2024年3月3号，周日。这次旅行和老公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，中国4大米市之首。无锡市一共有5个区，由于我们只定了2天的行程，参观时间有限，于是第一天我们选择在市中心的梁溪区进行参观。从上海到无锡，乘坐绿皮火车车票在19.5块，双人往返价就是78元。早上9点出发，经过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上午10点半就能抵达无锡了。那到无锡的第一步，当然先去吃早点，专门饿着肚子来吃无锡的小笼包，听说比上海的小笼要甜很多。点的2份双人套餐，4个小笼，2碗开阳馄饨，一共花了32元。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的确很甜，肉馅儿也很多。是甜的我觉得特别好吃，而且无锡小笼的个头是上海小笼的2倍大。咦，为什么盘子里装了5个呢？因为拿的时候破了1个。小笼嘛，破皮就没卖相了，讲究一点的店家就会让服务员再给顾客多拿1个，所以我们可以吃5个。无锡历史上出过很多位名人，在离火车站就2站地铁的山阳广场下来，直径仅仅2公里的范围内，光是名人故居和纪念馆我们就逛了整整4个，有阿炳故居、秦邦宪故居、王选世纪陈列馆、顾毓秀故居。然后呢，还有2个点没逛到，分别是钱钟书故居和有着江南第一豪宅之称的薛福成故居。这里提示一下，其他故居都是免费的，只有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的豪宅薛福成故居要收费，参观门票25元1人。除了故居以外，我们还逛了无锡县图书馆旧址。虽然它在地图上与刻在石碑上的名字都叫图书馆，但本地人更喜欢把这里称呼为崇安寺钟楼。可能是因为目前这个建筑物的作用只剩下临终报时了，即便开放参观，1周也只限周3和周日，这2天的时间能进去逛一下。可以看到旧时无锡的黑白老照片，与2楼带营业性质的新潮书店。接着骑共享单车，在去往东宁书院旧址的途中，有一家天福苑大酒店，这里有无锡最好吃的玉兰饼，才4元1个。玉兰饼就是用糯米皮包着肉馅，油炸成团，和苏州的油川丸子差不多，但是玉兰饼的外壳炸得特别硬脆，肉馅的调味呢也比油川丸子更甜更咸。虽然好吃，但吃上1个就有点腻了。吃完继续向前骑500米就到东宁书院了。无锡如今的一个4A 级风景区，起源于宋代，素有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便是出自于东宁书院。其中逆泽堂和应用堂作为书院讲学的场所，可以重点参观。当然经过岁月如梭，老房子毁了又建，建了又拆，我们看到的其实都只是当时场景的一个复原像而已。把以上6个景点逛完，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，为了不耽误接下来的行程，赶紧打车来到了无锡博物院。博物院下午5点闭馆，本以为2个小时怎么都够逛了吧，结果来到现场就傻眼，超级大的一个博物馆，用手机拍要跑得老远，开着全景模式 0.5 倍才勉勉强强拍到外立面的全貌，是我去过除了南京博物院以外第2大的博物馆。馆里有3个区域的直立展览楼，分别为西区、中区和东区，地上最高参观5层，地下可参观1层。和老公的参观速度已经算快的了，也只是才刚好把西区的8个展厅逛完，还剩中区的5个展厅没有逛。大家要来，最低时间也要预留3个小时。看完下来，其中我最喜欢的展就是西区 B1 的无锡博物院旧藏老照片展。简单的2面白墙上放着上海、宁波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镇江、绍兴等富饶城市的风景名胜老照片，拍摄时间线均在1850年代至1940年代左右。作为一个晚清摄影历史爱好者来说，看见这一幅幅的人文、街景、田园、郊区，还有在网上未曾曝光过的老照片，帮助我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各个城市最原始的面貌。
下午5点，离开博物院时，在旁边的太湖广场休息了一会儿，这里也挺好看的。接着骑车去吃第2家无锡小龙，大家都比较强推的古香楼5星家园店。哇，这里面古香古色的。正价点了8个小笼包，1两是4个，12元，8个呢花了24元，赠送紫菜汤，而且还能免费提供豆浆。古香楼的小笼味道和鼎福记比，没有那么甜，肉馅儿捏得更紧实，不过面皮就差点劲儿，收口处太厚有死面，嚼着口感不好。老公喜欢这家的小笼，我倒是更喜欢鼎福记一些。吃完小笼，前往今天的最后一处景点清明桥古运河景区，也可以叫做南长街，毕竟它们都是顺着一道河流建设而成。这座桥的历史并不久远，由寄昌园的主人秦耀他的2个儿子出资建设，原名清灵桥，后来与道光皇帝齐名避讳，另改名为清明桥。夜游南长街，目光可见河道2旁的民宅全部挂上 LED 灯带，闪耀着红蓝紫绿的炫目灯光。说实话，看着有一点点违和，而老公则是更贴切地形容道：白天的古镇是素颜美女一枚，晚上的古镇是涂着浓妆的庸脂俗粉。我听到不禁笑了起来，想了想，的确也是这个意思。除了看明桥，这里也是无锡南下堂群窑遗址，名为大窑路的道路上完美保存了近20座大大小小的烧砖窑。在清乾嘉年巅峰时期，这里更是有上百座大窑，近1万名的窑工在这里运泥、做坯、烧窑、搬砖。这些窑洞生产出来的砖头上至北京13陵地宫，下至周边城市的高大城墙，几乎都来自于无锡的锡砖。无锡文旅甚至连朴实无华的窑口也没有放过，打上了宛如火焰的黄色灯光，远远望过去，和老公还以为是什么景区入口呢，走近才发现是个大砖窑。原本我们从不在景区里买小吃的，但发现无锡这里可以用团购的店还挺多的，于是乎就买了几样小吃，有包浆豆腐1碗8元，黑糖珍珠奶茶1杯9块9，巧克力车轮饼1个5块5，最后还点了一份鸡蛋肉末肠粉9块5。今晚吃夜宵一共花了33元，算下来一份小吃均价在8元左右，而且都是开在南长街和南禅寺的景区里边，相比于其他景区来说，这个价格真的蛮划算的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吃完夜宵已经晚上9点半了，得赶紧去酒店休息休息。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未完待续。这跟那个上课优差不多。